嗨，大家好，欢迎收看你的工地好朋友超认真少年。我们在看房特辑里面的前3集呢，总共跟你讲的就是房子的结构啊，房子的排水啊、水电啊，然后讲了一些什么样的动线、什么样的公设，你被扣了好几%的公设比例，那到底它做出来是什么样的公设的东西，然后你要看得很清楚。接下来第4集，也就是这一集，我们总是要看到房子里面的内部，为什么这个房子现在1坪会到这么贵？然后每个单价呢，从20几万、30几万、50几万、80几万到100多万，通通都有。而这个价差到底在哪里呢？为什么杯几杯？可是可以小也差开在谁？所以这一集我们要讲，你住在家里面，很多人看不懂的一个东西，就是它到底有没有隐性的价值转换。价值转换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你可以把它想象是我们在第3集讲的那些公设，就是明明都有公设，但是好的公设的动线做起来了，跟不好的公设做起来了，这是一个完全天堂与地狱的2个差别。而这次的房子系列呢，我们其实总共分了4集，但每个4集都可以独立观看，因为每个4集讲的主要内容都不一样。你也可以随便拿其中的1集去问看你的房仲，他到底是不是一个专业的房仲，或者是了解你房子的房仲。而这集关起门里面的价值转换，我们要讲的都是你真正住在这个家里面感觉的氛围怎么样。在古代人家会说哦，进来这个风水感觉很不错，但是它其实里面都是慢慢的有许多氛围的建构出来的。好比说，你看今天外面下着暴雨，但是你进来看看这个里面的采光感觉，我现在是还没有开灯的哦，那我们现在开个灯，嘿，有没有氛围感不太一样了？但是你看上面，我这是什么灯？工地灯。当你先天的条件采光很不错的时候，你的房子它的格局，它到底有没有做到3面采光，或者是它的通风性、通透感好不好？那平常你就可以省下一个打开电灯里面的钱。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呢，又开了工地灯，可以开2盏哦。你看现在这个房子里面只用到2盏的13瓦的 LED 电灯，是不是感觉起来就已经比很多人的家里面还要舒适很多了？所以呢，我其实在看房子的里面的时候，我最在意的几件事情是一个可以跟大家参考的。就第一个就是你会感觉到微微的风，不是我的空调服哦。你看从不同的房间里面，它有不一样的风，然后直接在做循环的这样一路吹过去，然后一路到这边，房间里面就是你在睡觉的时候，你的窗帘就是不管你是东南西北，你有没有不同的选项可以让你去做选择？有一些比较要求的健身公司，好，它可能就可以一次给你画个8户、10户、12户。所以呢，有些人的房子，它并没有办法，就是有2面或到3面的采光的。它的唯一的房子的采光可能就是只有出去的1面，而且还不是这种大面，是这个里面的其中一小块。这格局的设计呢，其实就像是一个建设公司，他今天拿到一张画纸的画布一样都是一张画布。那为什么有些人画起来那个节奏感跟氛围感就特别的好？而这个也是我身为工程的人要大家比较强调了。你在这个房子进来之前，你不要在意说它到底花了多少钱装潢，用了多少的什么其他的奇奇怪怪的设备或设施。首先第一个不能更动的硬体就是采光跟通风，这2样东西后续你要花很多钱，除非你违法，不然基本上你是买不到的。其实这是一个很小的细节，但是在建筑成本上跟工程成本上，它其实会有非常大的差距。为什么我刚刚说除非你违法？其实你要在外墙做开窗的时候，它里面的结构是完全不一样的做法，然后它的做法其实一定会就是不能再说了。所以你看，在这个小房间里面，再看上面的电灯泡，更小颗，这颗灯泡可能不到5瓦，你的光线就是这么棒，把它关掉看看。看到不？对，这种尴尬，我称之为这种叫做阳光的富足。你当然可以装窗帘把它全部关起来嘛，但是我要的时候，我打开就是很漂亮的风景，很漂亮的风景，这个没那么好看。晚上我要有气氛的时候，那我就把窗帘拉起来，全黑，100%全遮光的窗帘。你要这边做投影机啊，或者是我个人其实非常的喜欢，因为我住在蛮高的楼层，就是晚上把房间的灯全关掉，躺在床上。看出去看夜景，看这城市灯火通明，看这赶路的人啊，长途夜车漫漫绵绵。采光很重要啦，你看这个 L 型的整个大采光，在这边你就觉得好像在饭店一样。如果你有永久动距，然后你采光跟视野好的时候，你就会那个视野上你就会觉得房子比你想象中还要大很多。这边的坪数大概是45坪。但是它的客厅，你光是这样拉过去，你就会觉得哇，真的很爽，前途一片光明的远见。卖修嘛，温都没掉啊，温这户型都没掉啊，这是不要抖。而我们在这个第4集呢，我们拍的暗场一样是这个严老板，台中非常老牌的一个建设公司，他一样啊，非常大方，没关系啊，你就拿我当示范了。我希望这个业界的大家可以共同努力，共同进步啊。严总讲话会这样说，所以你就可以想一下，当你在买这个房子的时候，在我们这一集里面有哪一些内容，其实是我个人觉得
你很必要去强调，但是很多房仲没有告诉你的，其中有一个就是宜居阳台。你的阳台可以后空翻吗？别闹了，你知道台中跟高雄阳台现在都是一个非常重要跟必要的一个东西啊。我个人真的非常喜欢阳台。冬天的时候啊，你可以在外面喝小酒啊，然后或者是滑手机啊。夏天呢，你可以在外面就是假装露营，就是尤其是家里就是有像我这个副总这种很小的小朋友，弄了一堆帐篷，东西摆好，结果小朋友动没了。阳台就是一个非常好训练小孩有没有露营能力的地方，或是给你感受一下这个整个市区的远耀的程度。风水学里面来讲说，你视野能够看得远，你的前途就会能够越来越好。解说你有讲嘛，阳台就是堪称是一个人的未来。当然也有人说，就是阳台你如果要种树，你要种植物的话，就很难顾啊，然后很多蚊虫啊。所以在阳台里面，你要先看第一个它有没有自动浇灌，再来呢，阳台的设计其实有非常多种啊。这个我学长就非常厉害，我学长也很会做阳台。不喜欢拔草的，你就可以全部铺石头；你喜欢园艺的，你就可以在外面种花花草草，香草啊、大蒜啊。今天外面要9层塔，炒菜炒到一半，然后出来外面摘一摘，缺辣椒、缺葱蒜，就出来摘一摘。我从这边走到这边，1、2、3、4、5、6、7、8、9，再从这边1、2、3、4、5、6、7。如果我是曹操的儿子，这个时候已经都可以讲出一句诗来了。但是我是超认真，我走了这10步加7步，我就可以算出来这边有6坪。6坪的阳台算不算钱？当然要算钱。但是我会觉得你有一个阳台的时候，你在家里面看电视出来的那个视野的节奏感会不太一样。然后再来就是你在买房子的时候呢，有些建设公司他会说，你的看上面正上方。你只要有被挡到雨的地方，它就会算钱，算坪数。有雨的地方，这个地方才叫阳台，就是分有雨遮啊跟没雨遮。很多卖房子的人就是很贱，他就是很会话术哦。你这个室内坪数大概有多大？什么15坪，然后阳台75坪，室内就10坪。没看过这种房子哦，我看过那种很要求的，一层楼里面有没有？原本是6户，对不对？然后2公的时候，他就把其中1户再把它切成2户哦。他出去阳台超大哦，阳台就是家里的1/2大哦，很奇葩啊。就是很多就是我跟你讲，台湾建设公司哦，百花齐放，这种想法都有，法规以外的事情他们都想得到。然后这个时候聪明的你，一定想说，刚刚一开始片头的时候，我们在比较低楼层，为什么突然现在都到高楼层去了呢？因为这个楼层它有做客变，客变这个东西，它其实是一门学问，就是很多人买房子的时候都会客变，而有些人呢是在一开始预售屋的时候，他就先讲说他可以客变，而有些人呢是不让人家客变，但是呢他住到家里面来，他假借装潢的名义，然后把房子全部拆掉客变。我告诉你啊，台湾的工程想法百花齐放，因为我明明是一样一层大楼同一个楼层哦，当你找来了不同的小间装潢公司，每个人的做法又完全都不一样。但是你一定想说啊，如果骂虽小，我楼上突然那个不会做工程的做一做，做到我家变漏水啊，我楼下这个东西随便乱做，做一做变得我这个房子的结构。突然有一天你把小朋友的弹珠掉到地上的时候，既然房子变得不是水平的哦，所以又回到了这个好的建设公司跟就是乱七八糟建设公司也是有差别的。真正的做法呢，其实应该是你要客变嘛，我买了这个房子，我要客变，我当然可以客变啊，就我的权利嘛。我一世人差去找你，我背房贷很干呢，我每当客变嘛，我每当改天我几个小客房动出来，变成客地较大的嘛。但这个时候就是最好是你在做客变的时候，它还在工地的状况下的时候，如果这边要拆掉，结构需不需要补强？如果这个地方要修改，它会不会有什么样漏水的问题？你的房间要多要少你的浴缸要多要少？有些人喜欢浴室里面放2个浴缸、2个洗手台2个马桶对作用，不行吗？我零星3、4你排一个房贷，我每当有2个马桶那么多吗？所以客变这个东西真的是一门学问。最好的方式呢，就是在你在客变之前，大家整栋大楼我们来举办一个客变说明会。如果你要客变，可以哪些东西是在这个法规规范内安全状况下你可以做的，哪些东西超过这个东西你就不能去做的。没有说明会的怎么办？没有说明会的话，那你就要大楼管委会啊。这个时候大楼管委会就看你的大楼管委会有没有我在里面。我最近在当我大楼管委会的那个委员，你知道吗？精彩哇！你知道那个维修修缮那个钱很惊人。来这边帮你换个铰链，他给你收12000哦。那个铰链我们 B to C 还不是 B to B 哦。我去买才顶多1200块哦。我就看着那报价单，我就说你是整个门都换掉吗？抽水马达坏掉了，一个杂牌1黑呗1马力的抽水马达哦。我在虾皮上面买一个原厂的马达4000多块哦。你知道那个人来换多少钱吗？28000，8万过分了。我就跟我楼下的物业的那个弟弟他最近就想离职嘛，
我跟他讲说，我跟你讲，我报你一条路，你去职训局上课，专门做这种大楼各种的小型维修水电。然后以前还是有一些，就是明明以前花这么多钱修，怎么修一半还没修好？最后过了几年之后我们要花更多的钱去补之前的错误。这个就是什么？课编说明会。所以说，如果很多东西你在事前，就是你还在工地像这个状况的时候，你先预设，然后你先做好，然后在说明会的时候大家一起动工，第一个不会影响到真的入住起来大家的问题，不然就是你后面都要花很多的钱，而且有可能会造成楼下的漏水、上下的纠纷，然后互相告来告去的很多可能性。这个东西也是你在买房子的时候，你要去问你的房仲我就问就是建设公司，你们有没有这一项东西？依照我这个工程这么多年，我觉得有这一条是很重要的。好，接下来就是在我们这个工地里面已经快要完工，准备要交屋的时候，还有一个你看到那边做到一半的厨房，里面有一个大家很看不到的隐性痛点，就是油烟。看油烟，我跟你讲，油烟这种物件要怎么看呢？这种物件是细腻的，因为我们刚好今天可以开到很多户，然后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正在做好了，做一半，然后一个不同样子。大家有没有晚上回家5点多的时候，明明你家没煮饭，你就会闻到一些北大鱼啊、叉雷啊，有的时候甚至你可能够猜到，就是我隔壁邻居煮麻油鸡我今天隔壁邻居他们正在吃羊肉炉、麻辣锅、臭豆腐。但是这个对于就是很多人的工作阳台是拿来晒衣服的，就很困扰。然后大家想象一下这里是一个还没有装厨房的地方，排水嘛，然后晒水管，这边有一个炒饭的位置。好，当你在这边炒饭的时候，炒，一般的建设公司就是最省事的方法，这边打个洞，从这边直接排出去。为什么？最省材料。好，就是直接排油烟出去。出去是什么嘞？有没有？这应该大家都很常会看到，就是一个大楼中间的天井，就一路这样子往上，所以很多的味道就是这样子串上去的。你再看这边墙有没有洞？没有。味道抽到哪边去呢？从这边这一条排油烟管一路从这边过来，拉到这边来。到这边之后呢，这个维修孔打开，上面有一个马达。这个马达呢，再把风抽，直接抽到这个整个建筑物的外面去。这个有什么样的差距呢？一个呢，是因为你在天井里面，很多的房子大家都会盖么字形，所以你在么字形的时候，下面的气流它会积在这个天井的这个风道里面，然后一路顺跑上来。今天你家明明没开火，但是你家可以闻到就是各种就是神奇的味道。如果有些人他会晒衣服，或者是呢家里肚子已经够饿了，小孩已经在那边哭腰了，你又同时闻到楼下很香的味道，小孩又更暴走。这个就是一个大家平常不会去注意到，但是建设公司它如果今天要让你的空气的味道直接拉到比较远的地方，在外面平面式的让味道散掉，它其实就要增加这么多的钱跟增加这么多的工序。跟大家讲一个很 detail 的但是很重要的小知识，你有没有看到那个洒水系统的旁边，你有没有觉得那个房子的墙壁旁边有裂开的感觉？一般人他会觉得这个怎么做裂开了？其实那个东西它叫做防火填充材。火灾的时候最可怕的其实是浓烟。几年前有一个非常严重的就大楼火灾，然后走掉非常多人，就是他从旁边这个变电箱下面的那个管道间的烟，然后就窜到每一个人的家里面来。它其实最大的差别就是没有塞那个防火填充材，省工省料嘛。反正查不到，因为装潢的时候其实大家会看不到这个东西，但是其实很重要。其实就是有做的话，就表示它是一个蛮有良心的建设公司。但是一般人看不懂，他会说：“你在旁边怎么没做好？怎么裂开了？”还会嫌弃说：“你看这工不好。”然后有一些网络迷会把人家故意拍多了，你看这是谁的房子，然后它盖这么烂这样子，纠正一下这个网络乱象。有没有热炒区？你在这边炒饭的时候，抽油烟机抽上去，然后是不是之后你什么都看不到了？这样子往上一路过去，细节啊！所以很多人在看房子或房仲的时候，他跟你讲说，我这是什么品牌的啊，然后我这个是搭配什么样的系统。但是我觉得藏在这个里面的东西，其实才是你真的要去询问，然后你真的要去知道的。之后我们还是会有很多就是看房子的系列，但是可能都会跟大家外面就是其他的频道或者其他的房仲拍出来的影片可能不太一样。我们都还是想要回到以工业、以居住，就是以人本这件事情，它就像是一种建筑里面的本草纲目。有什么东西它其实是大家看不到，但其实很重要。你住进来之后会影响你很多，跟很多有一些隐形的危害，其实是在建筑工法的时候，它就已经设定好接下来的10年、20年、30年到50年。所以当整个房子、整个大楼盖好的时候呢，它其实是一个整个城市非常重要的，身为叫公共艺术。因为平常你在家里画一幅画你不会影响到别人，你写一首歌顶多人家不听。但是你一个房子盖的外观盖好了之后，它放在一个城市里面的时候，有的时候你盖得好跟盖不好，整个都市的人是要跟你共同承受的。所以房子的外观跟那个 sense， 这是真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大家要真的要好好的去
深思这件事。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很多建案就是旁边明明你跟他有永久动距，你的动距窗户外面看出去看到外面的时候，它上面就写一个金城武，就很喜欢用一些很烂的谐音梗，然后什么金色狂风，而你的房子每天看出去外面就是金色狂风，金色狂风，然后倒过来疯狂。还有叫什么陈奕迅的嘛，言承旭啊，每天都写在你的大楼外面，你每天看过去，你讲那个谐音梗，你要轻松念一次，都市危害。就当然除了就是外面这种烂梗谐音梗之外，就是每个人的外墙外面都会有贴瓷砖嘛，还有一些瓷砖它可能会土白滑，然后很容易脱落，或是有一些建筑外观有没有？你看过去，你就会心中就会知道哪一些你看起来比较顺眼，哪一些看起来你就是看起来就觉得很怪。过了10几20年之后，就是你那个房子它会不会觉得老气，或者是这个房子它会不会让你觉得就是涨？所以既然你看台湾的房价这么高，然后你要花了20-30年、30-40年去偿还那个房屋的债务，所以我们就希望拍这系列的影片，然后让大家说虽然我们没办法改变大环境的房屋市场，但是至少你如果真的要买，必须要投入的时候，那你可以用什么样的观点去，房仲不会告诉你，建设公司会隐藏，工程的人他也不会花心思，然后去告诉你这个细节你要去注意的。所以以上就是我们这套系列的工程人如何看房的2026年版。你如果喜欢这支影片的话，你可以在下面按喜欢，那我们比较知道说大家可以喜欢什么样类型的影片，拍出来更多给大家。那你如果想要支持我们的话，可以欢迎加入我们的会员。常常会有一些很不错的团购，同时呢，你也可以帮我们的动画师啊、剪辑师啊、后制的企划人员，然后去加薪。那你还想要看什么样类型的影片，或者是你还有听过什么样很北烂的谐音梗的建设公司名称，欢迎你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那就是这礼拜的潮人少年，我们下礼拜再见了，拜拜。你知道看过去这边都是品牌建商，我7倍咋办，我都 take 起来。但是唔免这间吼。算是真正是经济实惠，但是你若是问连总各有咧卖无？我都卖了啊，歹势啦，卖了啊，我都没拍广告啊，我是咧给大家给大家进步。我不知道有一天我们能不能房子团购，几十块钱加入会员，我们的会员跟严总买房子，直接一个人扣100万，可以吗？严总？严总说可以啊，严总根本不在后面。